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13号，比特币 25K 为什么不跌？昨天视频在结尾的重点可是有提醒朋友们，最近金鱼是有异动啊。今天视频就来分享一下，现在是有发现超过10几只金鱼在偷偷买入这一个比特币，为什么不跌？就是因为有主力在接货啊，是不是为了今天晚上 CPI 或者是明天晚上的利率？不重要。重要的是，昨天有跟大家讲的这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买？反正我期货是继续加仓做多，就类似1个月之前在30K 或者是31K 高位的时候，是有跟朋友们提醒，这边是有一个上升楔形摆设的看跌的形态，散户都是在涨的时候在看涨，跌的时候又在看跌，那要怎么搞啊？不被主力给搞死掉才怪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降楔形的结构，反正我的观点就是看涨的。昨天已经是讲的很明显，就是它每一次反弹的高点，主力不想拉得太高，因为拉得太高的话，有可能会被空方打压的更深，所以它只要每一次反弹的高点反弹的不够高的话，有可能就是整个形态就是主力刻意在打压为了把货接得更多。因为这一次压回来的低点也是有发现金鱼，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金鱼哦，链上的数据可以留意一下排名100的钱包地址，比如这一个第4名呢，现在就不去关注了，因为也可以看一下，好像最近是买了8万多枚哦，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真不真实。5月9号首次 first in 是不是5月9号8万多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后面的一些比较散的一些买入的一些钱包地址，我们可以留意一下70多名有一只金鱼是买了超过11000枚，时间首次进入的时间是在6月13号，这是第2只金鱼哦，还有7到8只金鱼，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比如说第2页的是更多，可以留意一下首次转入的钱包地址，排名在141名的这一个钱包地址，最近也是转入了超过9000枚的比特币，时间是在6月11号，首次啊，也是首次啊，或者是144名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转入了8000多枚，相信应该都是在买入的动作，而且看一下首次转入的时间是在2023年6月6号，我们要记住这些时间哦，我感觉全部都是在接近比特币 26K 至 25K 附近，相信应该就是买了以后转到自己的钱包地址。还有哦，非常的多，我们可以看一下第3页的是更多成片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246名呢，也是买了7000枚，首次转入的时间可以观察一下，也是2023年6月6号，又是那一天比特币大崩盘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25K 附近买的，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啊，282名呢，也是转入了6000枚，首次转入的时间是2023年6月8号。还有啊，可以看一下293名呢，也是转入了5000多枚，首次转入的时间是2023年5月19号。还有一只是295名的，首次转入的时间是在6月1号。还有没有？好像后面还有啊，反正有兴趣的自己去找啊，非常的多。还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昨天聊到的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它每一次的高点都是不断的在走低，然后低点也是不断的在收敛的一个结构，收敛到末端有可能最终都会形成一个变盘往上突破的一个结构，因为这种形态以往也是见过非常的多，包括去年的时候，当时记得是在这个位置的底部是有跟朋友们讲过，好像是有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但是上去以后最终是没办法，最终是遇到一个 FTX 交易所，当时的这个形态是判断有失误过，因为我也猜不准到底会不会有这种黑天鹅事件，这种形态就是一个看涨的一个结构。那现在的一个下降楔形，我个人观点也是一样，就是有可能主力高点不想抬得更高，然后低点也不想让它掼破这个 25K， 就类似这个上升楔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周线里面的一个结构啊。上升楔形，它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然后连到这个低点，它这种结构也是说明主力每一次拉上去的低点，昨天不是有讲到，有可能是洗得不够充分，因为你这样子一直强拉的话，洗得不够充分。就说明有可能下方多方洗得不够充分，甚至有可能在高点的位置主力有在偷偷出一部分货，也都是不排除。
当然，空间我个人是觉得空间还是相对比较舒服啊。它不同于以往的，比如说涨到10几、20倍，甚至几十倍、300倍的高位，到时候有看到这种上升楔形，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现在只是在1倍多的一个位置，现在走了一个下降楔形，我的观点应该也是一个看涨的心态。而且，我想给大家计算一个时间，不是有讲过这一根开始是周线里面在调整，那周线现在是1周、2周、3、4、5、6、7、8、9、10、11、12、13是什么？斐波那契数列，有没有可能这一根就是一个变盘的一根 K 线？会不会在周线里面走一根多方拇指线？还是说多方插入线？还是说更强势一点，能不能来一根多方吞噬？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片啊。目前比特币第一波上涨的结构一直是在判断跟2015年是一个道理啊，因为第一浪的时候它上涨上去就是这个位置，跟比特币这一次的涨上去的这个位置，它并没有穿过比特币从熊市的高点到最低点0.38都没有穿过去，现在是没有穿过去，在走一个二浪的整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结构，就是底部起来之后，这边第一浪并没有穿过这个0.38，是在这个位置横盘了超过200天，接近200天，后面才有一个突破这个0.38，甚至突破这个 N 型的高位，就是这个高点被它给突破。所以现在也是一样，有可能就是在这边横盘，是不是在200天到时候会不会突破这个0.38，甚至把这个 N 型的高位给它给突破。然后再来聊一下现在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上涨跟空间的结构跟2019年的是不一样，或者是整个市场的山寨币跟比特币的结构是19年跟2015年全部都是一个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这个空间哦，2019年的这个空间它是第一浪直接把0.38甚至0.618都给过，所以它洗盘有可能会洗得非常的深。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当时19年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它洗盘的时候是不光0.32都给洗破掉，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关掉，涨幅是3倍，它洗回来的时候是0.38、0.618都给跌破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结构，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它就涨了1倍，而且它一直守在这个0.38上方。所以我的观点就是，目前整个市场还是一样，就是跟2015年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第一浪上涨上去以后，如果从这边开始去观察。它这边整理震荡是不是一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0.38上方？我们可以横线拉长一点，基本上它整理的一个结构就是在0.38上方。所以现在我个人是觉得，目前它既然是一直稳稳的守在这个0.38上方，整个整理的结构或者是上涨压回的一个结构，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结构。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